喂，Hello，哎，趁着我们那个晚餐准备前，我们这个论坛相对会比较轻松一点，聊一聊就是 crypto 的关于怎么获取收益，然后也请台上几位嘉宾做个简单自我介绍，然后要不从 Ryan 那边开始吧。大家好，我是 Ryan，我是 Solve 的 founder。然后简单来说 ，Solve 是一个我们在2020年开始做，然后非常长期，然后一个穿越了上一轮牛熊的一个项目吧。然后我们算是现在是非常专注在比特币生态，然后比特币生息各方面这些事情。谢谢。大家好，我是新叔，我是 Babylon 的这个首席战略官。Babylon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比特币质押平台。我们其实是一个这个两边的市场啊，一边呢我们把比特币的这个质押让它可以做起来，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质押来的比特币给其他的链啊或二层网络提供这个安全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令，我负责德瑞贝亚洲这边的业务。德瑞贝是币圈最大的期权交易所，然后我们大多数的交易量其实都在比特币上，所以我们也是在比特币也是比较深度参与的一个合作伙伴。谢谢。大家好，我是沈玉一个老矿工老韭菜，然后 Kobo 的联合创始人，谢谢。对，那个刚才神鱼演讲的时候也在讲，其实今年上半年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 BTC ETF 的这个推出。我想问一下台上几位嘉宾，就是这个 BTC ETF 推出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业务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从于老板开始。其实 BTC ETF 的这个成功的上线其实对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基本上相当于比特币这个资产的首次发行 IPO。然后呢，我们也观察到了涌来了非常多的传统金融资本的一些资金的流入。然后呢，但是现阶段呢，这个状态呢其实是在一个中间的状态，因为机构侧的这些真正的合规的大的资产，它还是没有完全的打通，因为散户是可以通过这些IB 这些券商直接买的，但是一些超高净值的机构用户，然后一些家办这些，他们是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标准化的这是资管类的产品开始涌入，但是这些产品目前的阶段还没有大规模的 launch 和批准。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种资本的流入吧，和一些小规模的产品的测试。第二个呢来讲呢，其实对于托管行业来讲，涌入了非常多的资产，然后呢，这些资产是从一个合规的路径涌入，他们背后都必须有一些托管机构的这些第三方托管，然后对于整个托管行业来讲的规模变多了不少。谢谢沈宇。那个我也打个广告，其实今年自从各地开始有合规之后，其实 Kobo 这边也提供了帮助在地方申请合规牌照的一些托管的一些方案然后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们的团队联系对，然后请Lin也讲一下，就是合规的 ETF 对像咱们这样的期权交易所有什么影响？其实我觉得今年其实是所有交易所的合规的大年，然后我们也是努力挺久，搞了大概1年多吧，才拿到迪拜的牌照。然后这也是第一块覆盖现货，包括衍生品、期权等等的这个牌照。我觉得这是一个行业的大势所趋，也是让大资金进场的一个必需品。所以说，我觉得它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客户来讲，包括今年的话，因为我们大概90%整个交易所的主体会完全变成迪拜的主体，所以最近的话，其实业务非常复杂，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客户都来我们说我的 KYC 过不了了，哎呀，这个你这个有个这个那个样的新需求，哎呀，为什么我们在你这边，你这个币圈交易所开户搞得我跟那个比在 HSBC 或者说比在证券公司开户还要困难等等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就代表了行业正在一个成熟的一个走向，然后包括更多的合规带来的也是对客户资金的一个安全，包括有更成熟的合作伙伴，然后包括有更严格的标准，包括我们最近的话也在跟 Kobo 洽谈，因为我们其实跟 Kobo 的合作非常深了，我们依旧是一个合作伙伴，又是个客户，然后我数一下，从2020年到现在都已经5年了然后因为我们今年也开始里程碑的走入合规这个通道，然后因为合规的要求是要求交易所的客户资金和交易所的自有资金是完全隔离的，它对于客户的资金有非常多的保护，所以说在
我们也是积极在拓展在合规这块对于客户资金的一些保护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一点，也是它这一轮牛市一个基础。好，谢谢。那新书呢？要回答吗？我就想说，这个像比特币 ETF 啊，这个最终实现了，对吧？我觉得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里程碑啊。我们这个在加密行业，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其实很多年了，我们每年都讲这个什么 mainstream adoption 啊这些东西。那2024年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方面它真的是实现了啊。从另一方面呢，我又会觉得压力很大啊。为什么压力很大呢？就是这个你看我们要的这个 mainstream adoption 来了。那给我们的时间就更少了，我们要去做创新，我们要让这个比特币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啊，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了。如果这个比特币就只能放那儿，放在 ETF 里面，啥事也干不了，也没有任何收益，这个时间长了，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对吧？这个觉得就是你们这个搞加密的、搞区块链的人，这个弄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也是说我们要加速我们的创新啊，让这个比特币更多的应用场景，有更多的有趣的这个地方，它可以去使用啊。虽然其实我们跟这些 ETF 的issuer聊，也知道他们现在还有这个因为合规上的很多限制啊，他们还不能直接做质押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无非是一个时间问题啊，无非是我们怎么通过一些更好的方式，比如说通过更强的这个托管，更有保障的安全啊，让监管能够对这个质押呀和其他的一些操作感到放心，对吧？我是这么看的。好，谢谢新书。那个 Ryan。对，我觉得主要是从2个维度，一个就是说从通道，另外一个就是存储。就是说，就是第一，它是个合规通道，所以大量过去进不来的钱，确实有个通道能进来。第二是在于过去担忧这个存放的地方的安全性，就如刚沈宇老板所说，这个托管的行业其实是扩大了，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使得就是大家更加越来越需要这种托管的这个事情。那安全性其实也得到更大的保障，所以我觉得这2个事情的意义还是重大。但我觉得拆开来讲，我觉得通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好处。比如我们已经看到有600亿美金的美国的 ETF 已经出现，但在存储这个事情上，我其实是觉得在短期来说，其实是对于现有的这个行业有一些冲击。这个冲击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通道进来600亿美金，但这些比特币其实是存储在非常严格的这一些无论是银行还是这些富达这些公司的这些托管下。那这种情况下，这些 BTC 其实是很难用起来的。过去他们其实是可以被用起来的，比如说过去的钱，不管在币安还是在Cobo 或者在各个地方。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认为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传统金融这个市场和 crypto 内的金融市场之间，对于这个比特币存储和使用这件事情上，短期我觉得有一定的争夺。这是我当前看到的一个情况。比如刚刚这个新书老板说，这个如果巴比龙这边做质押，那很显然这个部分在短期就没有办法做，因为监管的原因确实过于严格，那就得重新等监管再去捋清这条道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短期的问题。长期问题，我认为是说，长期来说，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是因为通道打通了，钱更多了。那之后下一步的问题就怎么样去利用这一笔资金？我现在的一个思路其实在于说，我觉得比特币 ETF 在于现在在这个阶段，甚至未来1-2年内都动不了这个底层 BTC 的情况下，更好的一个方案是在于怎么样去 tokenize， 就是把这个 BTC ETF 本身给通证化，成为一个 token。这件事情，我认为会在接下来2年内，大家应该会能看到不少。因为像现在打这个 tokenize 国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那 tokenize BTC ETF， 我认为接下来1年内，大家应该会看到不少这样的方案出来。这个我认为是有想象力的，就是说在链上如果能 tokenize 出来，那底下的比特币仍然还在那儿，但是链上或者是整个 crypto 世界内会多600亿美金的额外的增量资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BTC ETF 的一个机会跟落地的一个方式吧。好，谢谢 Ryan。下一个问题就是可能问沈宇老板和 Lin，就是你们感觉这一轮面对的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和这些专业机构与币圈的这些原生机构，他们的需求上有什么不一样？对产品端或者说对比如说服务这些的要求？这些传统金融机构的这一轮的涌入呢，它其实对合规的要求更加的严格。它Crypto Native 来讲，我们其实更加追求的这种开源呀、透明呀、可验证。但传统金融呢，它更多的 follow 的是传统的那套监管规则。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对 QIT， 然后 Travel Rule 这一些监管层面的要求，对于资金这种
资金的这种反洗钱的要求更加严格，所以我们Cobo Portal 也在适配各种各样的监管工具和引入这些第三方的解决方案。OK。好，林姐呢？觉得他们包括交易习惯有什么不同吗？其实我觉得交易习惯怎么讲吧？传统的他会说它相对更保守一点，但是我觉得它既然到了币圈，其实核心都是希望有更高的这个回报的，但是他们确实对于整一个的交易所的这个要求会很高，比如说可能传统机构过来给我们个滴滴，就是定调的这个文档，可能一看就是哇100多页就。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包括他会问我们要很多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ISO、SOC 2，就这些都是相当于技术上面安全性上的要求，然后包括他会问托管上面的一些细节包括他会问很多的关于你们有没有审计报告公司的等等的各块的这个法律结构主体对外的这个公司的构架等等，他会问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的话，可能是它要求非常高特别吹毛求疵，就是对细节要求很高。还有第二个时间特别长吧，可能传统的客户的话进场的话，可能都要至少6个月吧，可能有的客户可能都要超过1年。但是在体量上他们非常非常大，可能在币圈的话，一个交易团队可能它几十个 mil 是很正常，我们都说它是一个正常团队了，就是几千万美金。但是对传统公司来讲的话，几十 mil 几千万美金，可能就是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就是对他来讲就是我可能有交流过的公司，他说他一个人的成本大概要100万美金，对他来讲，如果说他建立一个小团队的话，1年的成本就要相当于可能就几百万美金吧，那他如果不能够收益有上千万美金，对他来讲，这个 BU 这个商务部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他整个体量和他对于总体的这个利润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好，谢谢林姐。下2个问题可能问一下新书和 Ryan 吧，因为包括 Solve 和 Babylon 这次其实在前几天在布鲁塞尔这个 ETHCC 其实都有一些演讲，然后很多混来的朋友吧都说本轮这一轮的所谓牛市没有特别多的技术创新，想听听你们2个的意见吧。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一个观察。我觉得这一轮的这个技术创新呢，相对于集中比如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DeFi 的一些创新智能合约被真的推广然后这个零知识证明ZK很多那这些呢现在还是有一些创新，包括 ZK 这边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呢，感觉这一轮的特色好像主要是比特币这块了这个大家都比较关注比特币这个。那比特币的这个创新呢，我觉得其实也有的也很有趣，有的也很重要，但是它离这个应用呢，它可能有时候距离更大一点如果你要问为什么，那就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更难这个比特币呢，它这功能受到很多限制它的设计有它的就是特定的一些想法它跟我们比如说平时非常熟悉的这个账户系统都不一样那你看，比如说 Babylon 做了什么 ？Babylon 其实做了就是把这个比特币脚本，在它不增加新的这个 opcode 的情况下，用到了极致。那以前可能没有哪个项目把这个比特币脚本用到这个程度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一个例子是比如说那些钱包，那很多都不支持这些虽然这些是以前比特币就理论上存在的功能，但其实钱包都没有实现过这些功能。那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 BitVM， 对吧？这个Robin 做了 BitVM 能做什么呢？它这个比特币大家知道它的脚本一直不能做这个图灵完备的执行BitVM 也不是直接去把图灵完备的程序放到比特币上执行，但是它可以把说对于这个图灵完备程序的执行的这个验证呢，放到这个比特币上进行一个这种类似于像optimistic 的这么一种 dispute， 这个我觉得也是跨时代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它的不管是它的这个性能还是怎么样，它的这个把它由一个 permission 的 setting 改成一个permissionless setting， 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很多有意义的创新的但是可能大家现在没有看到应用嘛，那巴比伦还没上主网嘛，对吧？这个我觉得大家给这个比特币这里面的创新有更多一些时间嘛，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这个咱们上主网时间有没有一个？这个会由基金会来宣布这个应该会比较快了。对，我个人感觉，就是从技术创新角度来说，我觉得这轮周期并不比上轮周期差。
甚至从这个数量来说，我认为更多。不管刚刚新书老师所说这些 ZK 的这些进展，然后包括比特币主网上通过这种就比特币主网的编码能力的这些提升，我觉得各方面其实，然后包括一些跨链能力。各方面，包括甚至我觉得整体 COBOL 这些方案，然后能够跟交易所能够去做这些映射，然后在链上能够通过这种权限的设置，能够让这种可编程金融的能力能够真正做到落地。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这些从技术创新都是巨大的，我觉得比上轮周期甚至是更多。这是第一，但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感觉没有那么多创新？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在于资产的创新，可能大家觉得那个劲爆性不够那么大。就什么意思？我觉得资产创新跟技术创新都属于非常大的创新，然后但大家真正有体感的东西是资产创新。那资产创新包括哪一些类型？比如举几个例子，像 Ondo 比如说一些国债的一些 tokenization， 把国债做成一种链上的一种代币。那这个事情其实对于传统金融来说，这就是个巨大的创新，体感也非常好。说我的这个资产能够流动，然后还能够自动生息，然后更透明，然后全球化的这些各种机会，就这个普惠性大家都能够可获得。所以这些角度体感是 OK 的。但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劲爆度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一种体感问题。但其实从创新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包括 staking、restaking 这个事情本身听起来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其实把这种 staking、restaking 的收益打包成为一个流动性代币，然后再让这个流动性代币再流通、再抵押借贷、再做交易，这个事情就属于叫资产的创新。它能够让一种，比如说一种生息的事情进行一个包装。所以我认为资产创新基本上都跟 tokenization 就这个通证化这个事情是紧密相关。所以我其实也在看，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市场上有更多有意思的资产能够被创造出来，被 tokenize 出来，在链上，然后大家玩的时候有全新的玩法，比如在上轮周期的那个 LP。这个 Uniswap 的这些 LP 资产也属于一种典型的一种创新。那它让你去做事，然后形成一个做事的资产。那做事的收益率，其实这就是这个资产本身。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终究还是一个体感问题。然后创新，真正来说，我觉得特别是比特币，简单讲多两句，我觉得比特币的收益这个事情是从这轮周期，今年开始，我觉得开始全面爆发。那今年的全面爆发，然后基于这些收益再去打包成一些资产。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会极具创新，以及会重新激活大量的很多过去不玩链上的这些东西的这些新的流量、新的比特币持有者，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吧。好，谢谢 Ryan 啊。然后因为今天也来了很多 COBOL 的客户包括朋友都是机构为主，其实大家也想听一听所谓想听一听比较确定性的套利机会或者说收益机会现在主要在哪里？这个可能要不从 Ryan 开始吧。那因为我们这个在比特币领域，那我还多讲讲比特币的。那我觉得这个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巴比龙。我觉得巴比龙现在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共识最高的一种比特币的一种收益率。但这个不是我拍脑袋在这说，因为其实我们平台大概已经有2万多枚比特币，然后用户有20多万，然后我们就做了些测试。我最开始其实认为巴比龙在散户当中并不火热，其实我真心这么认为。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测试，然后把一些资产发行出来，结果发现就是500个比特币，第一笔是14个小时，但第二个500个比特币31分钟。就是说，而且全散户，里面不存在大户，就是说100个比特币这种大户根本没有，就基本上都0点几个比特币的散户。然后我们也没有说做过多的宣传，这个就让我们有一些全新的思考。我们发现，就是说在比特币收益这个事情上面，其实它有一个共识度的共识度的一个问题，就大家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绝对可靠。但我觉得这东西就让市场去决定。所以我为什么说首当其冲是巴比龙，这一点我觉得确实令我们也非常兴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巴比龙上面做这个 LST， 然后来去做流通，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市场，这是第一类。staking、restaking， 那除了巴比龙之外，也有一些像一些新的链 ，Botanics， 然后 Bob， 然后一些Bouncebit 等等，都有 staking、restaking 相关的这些收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类这种类型，然后 Core 这些我觉得都有。第二类我觉得是交易策略类，交易策略类的话分DeFi 跟 CeFi， 那 CeFi 的话其实主要就是期权策略跟这些套利策略，我觉得基本上都是非常老生常谈，然后在场我发现也有一些量化团队，就这些都非常常见的。
的一些策略吧。然后 DeFi 类，我觉得也是因为这2年的 DeFi 的这个崛起，我们也主要在用 Cobo 的这个 Portal、Argus 这些方案，在做这个 DeFi 的比特币的收益。比如我们当时跟 Cobo 合作，做那个在 GMX 上面做一个比特币的 Delta Neutral 中性的一个策略，年化10到15，然后容量可能1000个比特币，然后跑了200多天，一直都也挺不错。所以我们发现，其实随着 DeFi 的一个成长，现在 DeFi 的交易类相关的东西确实也都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类。然后第3类，我觉得笼统来说，就是任何一些，因为比特币的生态正在爆发，所以笼统的参与到比特币生态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机会所获得的那个潜在的空投，我觉得算第3类。因为你也很难说它算交易类的吗？或者它真的是 staking restaking 吗？我觉得它属于第3类，是整个生态的一个红利所带来的。基本上我就看到这3种吧。好，感谢 Ryan 都没给自己打广告啊。你说我们自己吧。对，然后我们平台上当然也有很多大量的这个收益的这些机会，像这个我们跟 Athena 合作，其实也有提供可能不错的一个收益，跟GMX 合作，跟 Babylon 合作，但在我们看来就是交由市场去决定什么样的东西具有更高共识，所以在这里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是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比较确实可靠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收益机会，并且还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收益代币，就是 SOL BTC、SOL BTC.BBN 这些东西，再去做挖矿，再去做借贷，再去做交易，能做特别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就是算比较创新的玩法吧。对，谢谢。谢谢 Ryan。那新书呢？其实我觉得 Ryan 刚才已经讲得非常好了啊，就是我稍微再补充一下，这个在巴比伦生态，巴比伦就是实现了一个什么？就是实现了一个可以通过质押一种资产啊，这种资产呢可能是你这个 holder 的意愿比较强的一个资产啊，通过质押这个资产可以收获其他的资产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么 Ryan 刚才讲，现在市场很火热，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冲啊，就是这个散户嘛，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它就行，它不像我们刚才提到机构，它可能要做很多尽调，想办法弄明白，散户他可能又不是很明白，但是他觉得这东西就是很好。那么这个过去有一个背景，这背景就是在过去的这个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大家对于这个 Proof of Stake POS 有其实一个切身的认识了啊，大家都很习惯说，我拿了一个币，比如说这个 Cosmos 的 Atom。我呢，就是如果不卖的话，我就质押，质押呢我就拿收益，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因为大家比较容易切换哦。现在我不仅可以质押一个币拿这个币的收益，我还可以质押一个币拿别的币的收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巴比伦它是一个我们叫它 trustless 也好啊，这个 non-custodial 也好啊，去中心化也好啊，它是说因为比特币的局限性。那你这个 BTC 如果质押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协议里面呢，你是失去了它的这个流动性的啊，就被锁在那里了，就是被质押了。那么有些用户可能他有更高的这个风险偏好，他想有更高的收益，那这时候其实像我们讲的流动性质押协议，像 Solve 啊、Lombard 啊、Bedrock 啊，其实就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好像是可以这个两边都有，既有这个巴比伦。它可以参与这个协议，另外呢，它这个 BTC 也不至于被完全锁住，它可以有一个流动性 token 来参与这个一些 DeFi 的一些生息。那到了 DeFi 呢，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嘛，那可以是借贷啊，可以是提供流动性啊，怎么样，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收益了。对，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未来的一个景象。谢谢新叔，然后也打个小广告啊，就是如果现场的机构还有项目方想快速接入这个巴比伦的 API， 也可以直接用我们Cobo 的一套对接方案啊，谢谢。然后令姐，我觉得我就给个案例好了，顺便把广告都打出去啊。假设你手上有100个比特币，那其实呢，今年我觉得其实特别靠谱的一个交易就是卖看跌期权来建仓，或者卖看涨期权。如果你手上有很多币的话，来获取收益。那先讲一个，假设你是持币大户，那你把这100币打给 Cobo， 对吧 ？Cobo 全部帮你管好，这样就很安心了。你想要选择链上，就先搞链上的管理；想要选中心化的管理，就中心化的管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1/3打到 Deribit 上来开仓100个卖看涨期权来获取收益。那基本上的话，就是哪怕你设计年底可能就卖10万的看涨期权，就是你想好我10万美金的价格，我愿意把我手上币卖掉的，那你都可以获得币本位的
可能收益差不多都能够拿到10个点，对吧？那剩下的2/3呢，其实你不需要放到比特币上来，因为期权它本身是个加杠杆的产品，然后就可以拿去巴比龙啊去做 staking 的这个业务，对吧？因为你这个业务也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业务，还可以更加的上面再加一层的这个收益。然后如果说你还是稍稍有一点风险偏好，你还可以去参加其他的这种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收益，对吧？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叠加起来，这个低风险收益其实还是比较滋润的，对吧？因为你最大的风险就是比特币涨到10万，你必须把它卖掉。我觉得这个风险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啊。那倒过来呢，如果你手上没有什么币，那最简单了。我一般今年我觉得真的是挺稳赚不赔的这个策略，其实就是卖看跌期权经常这个价格到6万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讲，那你可以卖5万2的那个看跌期权，因为5万买比特币你总愿意买了吧？那价格涨到7万的时候，我就说那好吧，那你就卖6万5的那个看跌期权吧，因为6万5你总愿意买吧，对吧？所以可以一直的就是根据自己手上的这个美元，你愿意想要去建仓那个仓位，持续的卖看跌期权。我觉得到今年可能应该说一般来说10月份市场就历史就看10月份历史上都会有一些高点啊，所以我觉得在10月份之前，我觉得一直建仓还是应该是比较稳的策略啊。谢谢。好，谢谢琳姐。那个也打个广告，就是 Cobo 的用户客户后面可以在 Deribit 交易的时候，钱还存在托管钱包，然后去交易所做映射交易这样资产更安全。对。然后于总。其实前面几位嘉宾已经讲得非常好了。今年其实我感觉有几个大的收益来源的机会。第一个其实前面几位嘉宾也都提到了，就是 staking 和 restaking， 包括巴比龙、Eigenlayer 这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吧，然后也吸引了大量的 TVL， 这是一大类。第二大类呢，其实是今年新出的一个特色吧，就是把一些原生的收益来源再次证券化，像 Ethena 这样的产品，然后其实是让中心化的这些套利的利率，然后又给它衍生了一下。所以这一类呢，其实我们做了一次套娃，收益率还 OK。第三类呢，其实就是老生常谈的这些链上的一些 Arbitrum， 然后包括中心化、去中心化之间的包括一些 DeFi 协议之间的，也有着大量的套利的机会。所以在我看来，基本上这3大类为主吧。然后今年的收益率其实还不错，因为上半年的这个周期大家都拿到很高本位的 B 本位的收益吧。尤其是像一些像 Eigenlayer 里面巴比龙后面的这种更多的衍生品包括像 PTUIT 这样的衍生品，可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锁定现在的收益。那么下半年基本上可见的预期基本上还是巴比龙的launch，然后带来的比特币本位的这种升息机会，可能也会涌现一波。基本上这些 OK。好，谢于总。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也比较轻松就是各位讲一下现在觉得处于牛市什么阶段？对，可以从于老板开始吧。今年是个非典型牛市所以我的感觉呢，其实是我们处在如果从一个大周期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处在牛市的刚要起飞的那个状态。我们可能复刻一下，能看到一些 K 线，因为上半年其实有一波小牛市，但是真正的这一轮的大的行情，我感觉还没有来。然后套到我们刚才 PPT 里的那张图里面我们刚刚过了那个转折点，迎来一个加速度非常高的一段时间。那可能在我的视角看来，可能叠加大选加息周期，可能在下半年的某个时间节点，可能就会意外的起飞了好，谢谢于总给这个大家信心然后令姐呢？前2天客户来找我们，跟我们讲，让我们添加11月初的一个行权到期日的产品，他的意思是美国竞选好像是10月6号吧，他说你一定要上这些产品，因为我有很多客户一定要去赌那个竞选了。然后呢，然后我们刚上了以后又说，他说你这个竞选时间前你也得上因为大家还想竞选前也来
上一下。虽然我们就不停的去安抚客户说，下个星期10月底的行权日就到了，你耐心等，还要1个星期。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到这个美国大选尘埃落地前，市场呢会有很多人去加杠杆，会有很多的流动性。所以我觉得持续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市场应该整体都是比较健康的，就不会有我觉得会很有信心。那之后的话，那如果说是比如说那个川普登上的话，我觉得对整体行业肯定还是比较大一个利好啦。然后包括后续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一些叙述啊，有些新的科技、新的一些技术的或者新的产品啊等等，我觉得还是非常看好这些流动性的增加，包括新的人才进来，包括新的一些产品落地，包括我们的很多新的主网可以上线啦等等我觉得可能会带来后续更多的一些发展。好，谢谢令姐。那新书呢？我觉得这个短期的事我也真不懂，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这个比特币永远都是牛市。但是这个对于其他币来说不一定是这样，对吧？很多币可能最后就没了，就归零了。那这个我们其他币都要向比特币看齐，这是我的看法。好，谢谢新书。那最后那个 Ryan 总结一下呗。对，我原本其实是比较中立吧，我觉得是轻微乐观，但我听完在场大家，我觉得是这个高度乐观，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预期比较明显吧。我觉得确实是从这个 Q4开始，我觉得确实是有明显的宏观的改变。我以前其实是觉得在宏观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个人的这个关注和研究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从这轮周期开始之后，确实包括上轮周期，我觉得确实有长教训。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宏观还是决定这个行业真正的流动性跟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表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宏观的确定性，其实这个自从前几天这个特朗普这个事件之后，我觉得确实越来越明显了。我觉得整体还是比较 bullish 的吧。可以，我觉得上周如果我们要搞这个发布会，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氛围都不太一样。好，那就谢谢各位的这个对 Kobo 的支持，谢谢。谢谢。